我是个连草根都吃不起的开局穷人，却靠着一盏煤油灯，在全人类还在跪着求灯油的时候，直接砸出3个宝箱、10根香薰火把、24罐午餐肉。所有人都以为我靠运气，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能看见每样物品的隐藏提示。黑曜石加铁符等于附魔铁符，血肉精华加水等于治愈药水。我的眼睛就是这场地牢求生的最高外挂。现在我要用这双神眼，把整个暗黑地牢完成我的私人仓库。此时我刚穿越过来，刚扶着墙爬起，一道道金色文字便浮现在了石墙上。地牢石墙，绿，坚固度无限。隐藏提示1：使用煤油灯灼烤石墙，可以打开裂隙，持续6小时，需消耗6小时照明时间。隐藏提示2：石墙的左上角第3块石砖藏有机关，轻轻敲击3下即可打开裂隙，持续6小时。该机关每日仅可开启1次。隐藏提示。苏雨一愣，这难道是独属于他的金手指？可他一个平平无奇的社畜牛马，怎么突然就获得了独一无二的金手指呢？思考片刻，苏雨没有再继续纠结下去，而是看向了地牢内的其余5面石墙。一番探索后，结果不出所料，每面石墙都有着差不多的文字提示，只是石墙的品质和机关的位置以及常规方式离开，消耗的煤油灯照明时间略有不同。除却他刚刚看过的前方石墙，左右后3个方向的石墙品质都是蓝色的，而上下2个方向的石墙品质更是达到了恐怖的紫色。苏雨沉吟片刻，没有着急敲击石墙，而是伸手拿起了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煤油灯蓝，剩余燃烧时间23小时。隐藏提示1：使用煤油灯灼烧石墙，可暂时打开裂隙。隐藏提示2：外出探索携带煤油灯时，绝大多数厌恶光明的怪物不会袭击你。隐藏提示3：收集融合其他求生者的煤油灯，可使煤油灯得到强化。不出苏雨所料，不起眼的煤油灯上也浮现出了金色文字，他顿时面露喜色，拎着煤油灯靠近前方的石墙，在左上角对应的石砖上轻轻敲击了3下。下一刻，原本浑然一体的石墙轰然裂开了一个狭长的缺口，刚好可以容纳1个人通过。苏雨小心翼翼地穿了过去，门外是一条狭长的通道，宽度仅能够2人并排行走。除却煤油灯照亮的周身范围，远处皆是漆黑一片。苏雨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唾沫，害怕黑暗是人类的本能，不是他鼓起勇气就能克服的。但眼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往前走了起来。一路前行，石砖铺就的地面很是平坦，但苏雨依旧走得很小心。10分钟后，他停下了脚步，眼前的路已经到了尽头，前方是一扇石门，左右2侧则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岔路口。苏雨犹豫片刻，把手按在了石门上。石门白，坚固度1。隐藏提示1：这是一扇后方藏有白色品质道具的石门。眼看金手指给出了安全的提示，苏雨不假思索地拉开了石门。门后是一间跟初始地牢格局毫无差别的牢房，唯一不同的，中央石桌上摆放的不是煤油灯，而是一张羊皮卷。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触碰了羊皮卷，石床涂纸白，效果制造一张石床，供夜晚睡眠使用。材料石砖20。苏雨小心翼翼地把羊皮纸收了起来。石床这玩意，对于习惯了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类来说，肯定不够舒适，属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凡事都要看比较，能在地牢中获得一张石床，他就已经超越了太多的人。在确认了这间牢房的5面石墙并不能像初始牢房那样打破后，他轻轻地退了出来。刚刚离开房间，原本十分坚固的石门突然在苏雨的注视下碎裂一地，变成了20块整整齐齐的石砖。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苏雨当即大喜，原本还在思考石砖该怎么获得，没想到这间牢房居然这么体贴，直接给他准备好了。考虑到这里距离自己的初始地牢并不远，他直接抱起石砖送了回去。10分钟后，气喘吁吁的他重新回到了岔路口。思考片刻，他选择了左边的岔路口，煤油灯照耀着前方的道路，这一段路程要比刚刚长上好几倍。为了打消自己的无聊和恐惧，苏雨再次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离开初始地牢？求私信告诉我，我胡汉三愿意用100万软妹币来交换。楼上的省省吧，这都到地牢世界了，软妹币还有什么用？你要是随身携带了黄金，说不定还有点用处。我有离开初始地牢的方法，给我1半灯油，我私信告诉你。好饿啊，我穿越过来的时候没吃饭，你们谁有吃的？我有1根王中王火腿，谁想要可以用自己的煤油灯来换。呵呵，楼上的在开玩笑吧？你咋不说让人家用命换呢？杂七杂八的聊天信息仍在继续。目前看来，绝大部分人仍然没有发现该怎么离开初始地牢。苏雨思考片刻，在世界交流频道打出了1行字：可靠消息，使用煤油灯灼烧石墙，可以打开通往门外的裂缝。我靠，我听到了什么？有大佬找到离开初始地牢的方法了？不是吧？人和人的差距这么大，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楼上2个 SB， 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你们自己试了吗？楼上才是2B， 我刚刚试了，大佬说的是真的，石墙确实裂开了一条缝隙。靠，你们慢点刷屏啊，我都快找不到大佬的 ID 了。苏雨没再留意世界交流频道，他爆出这个消息本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离开初始地牢开始探索，自然没打算留名，毕竟只有大多数人在无尽地牢里展开了探索，他才有可能日后在交易频道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也只是把灼烧石墙的办法告诉了他们，并没有把石墙的机关说出去，这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您有一条私信，小子，断人财路就是杀人父母，我好不容易才发现的方法被你给公布了，你以后最好别让我碰到，否则你就直接等死吧。苏雨一愣，看了眼发来私信这人的编号0000350234，正是先前在世界交流频道发言用1半灯油交换离开办法的那人。杀必，他随意回复了2个字，压根没有把对方的恐吓放在心上。对于他而言，这种情报只是随便瞥上一眼就能发现的程度，更何况全球穿越整整90亿人，哪怕1.1事，不出半个小时也会有人发现煤油灯和石墙之间的联系。很快，左侧的道路到了尽头，这一次尽头没有岔路口，只有一扇紧闭着的木门。木门绿，坚固度2。隐藏提示1：这扇木门背后是一间存在绿色品质宝箱的囚室。隐藏提示2：这扇木门后站着一只想要偷袭的哥布林，他的战斗力
很弱，任何成年人类只要不被偷袭都可以轻易战胜哥布林。苏雨有些惊讶，虽然早有预料这地牢世界跟蓝星不同，可当隐藏提示告知有哥布林这种奇幻生物，他还是有些好奇对方的长相。稍作准备后，他拉开了木门，下一刻，一根木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面门。好在苏雨早有准备，一个侧身闪开，随即便扔出了手里刻意留下的石砖，石砖正中哥布林的面门，发出沉闷的响声。哥布林左右晃悠了2下，最终还是重重的摔倒在地，身下渗出了大片绿色的血液。直到这时，苏雨才终于有功夫仔细观察起哥布林的长相和面貌。说实话，这玩意简直跟苏雨印象中的哥布林一模一样，绿色皮肤，1.2米的个头，浑身散发着烂乎乎的臭味，经典到不能再经典。苏雨找了一块相对干净的皮肤轻轻触碰，大量文字瞬间浮现：哥布林已死亡，智力0.3，力量0.5，体质0.5，速度0.5。评价：无尽地牢中最低等的魔物，战斗力只有5的渣渣，但因数量众多被评为了绿色品质。隐藏提示1：千万不要忽视哥布林，虽然他的战斗力只有5，但却是一种不害怕照明的魔物，这还用得着你提示吗？苏雨当即吐槽了一句，看这哥布林的外貌就知道不像是会害怕光明的样子。他摇了摇头，迈过哥布林的尸体，走进了房间内部。跟上一间牢房不同，这里的墙壁和地板全都是木质的，就连房间中央的桌子也不例外。但最让苏雨感到高兴的，还是桌子上放了一个木质的箱子，物资宝箱。绿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1.5L 矿泉水3，罐装没有500毫升1，治愈药水图纸1。隐藏提示2：使用黑曜石可将物资宝箱品质提升至蓝。我靠！苏雨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他没想到自己的隐藏提示是这么强大，居然连宝箱内部的物资和升级方法都能提前看到。只不过眼下他连黑曜石的影子都没见到过，自然也就不用考虑宝箱升级的事情了。打开宝箱，里面果然跟文字提示中一样，整整齐齐的放着3瓶矿泉水和1小罐密封煤油。苏雨怀着激动的心情把这些东西拿了出来。3瓶矿泉水不必多说，水是生命之源，有了这4.5L 矿泉水，他在1周内就不必担心水分的摄入问题。500毫升的密封煤油看似不多，实际上可以供煤油灯燃烧整整100个小时，同样给了他得以喘息的时间。而在这些东西的下面是一张羊皮纸，治愈药水图纸。绿效果：制造治愈药水，可内用外敷，治疗感冒、擦伤、划伤等轻微伤势。材料：玻璃瓶。魔物血肉精华，纯净水500毫升。注：药水品质由魔物血肉精华品质决定，最高不超过绿色。看到这张图纸，苏雨脸上顿时露出喜悦。人生大事莫过于生老病死，在这地牢世界，人类原有的医疗体系通通作废，医疗类的物资变得异常稀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手里的这张图纸简直比金子还要贵重。只要能制作出来，治愈药水就绝对不愁销路。可问题是，这制作原料是什么？除了纯净水，他现在手里就有，剩下的魔物血肉精华和玻璃瓶连个影子都没有。难道说这血肉精华是击杀魔物后获得的？抱着这个念头，苏雨皱着眉头回到了门口。可对着哥布林的尸体一番翻找后，除了搞得自己手上沾满了绿色的血液，其余一无所获。见状，苏雨暂时打消了寻找魔物血肉精华的念头，制作治愈药水的事情可以暂时往后放一放。眼下最要紧的是寻找食物，如果没有食物，那是真的会饿死的。他看了眼煤油灯的时间提示，眼下煤油灯还剩下20个小时的燃烧时间，换算下来，距离他打开石墙裂隙外出探索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同时也还剩下3个小时的时间。为了行动方便，他抱着宝箱和木门碎裂而成的50块木板返回了初始地牢。由于木板的数量太多，他不得不分2次进行搬运。等他把全部物资都运完，重新来到左右岔口向右出发时，距离打开石墙裂隙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的时间。为了不错过石墙裂隙消失的时间，他不得不加快了脚步。好在右边的道路比他想象中要短得多。不多时，一道石门和左右岔路口便出现了他的视野中。希望门后面有吃的吧，苏雨嘴里念叨着，手指轻轻触碰石门。藏宝石门，绿坚固度3。隐藏提示1：这扇人工石门中蕴藏了少量黑曜石，使用煤油灯灼烧可提炼黑曜石，该行为会消耗煤油灯6小时照明时间。隐藏提示2：这扇石门的内部篆刻了初级坚固符文，使用投影篆刻时可提取内部符文，该行为会消耗投影篆刻时2点耐久。我去，这石门居然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苏雨吐槽一声，毫不犹豫地用煤油灯的火苗灼烤起了石门。如果是在拿到那罐煤油前，他或许还会犹豫要不要消耗宝贵的煤油，但现在他连想都不用想就做出了选择。滋滋滋，火舌舔舐着石门，竟然发出了油脂燃烧的声音。片刻功夫，原本2人宽高的石门竟然在火焰中迅速融化消失，只剩下了一小块漆黑无比的石头。与之相对的，煤油灯的火苗也同样暗淡了不少。这就是黑曜石。苏雨有些好奇地弯腰捡起了地上还在发烫的石头。黑曜石，蓝坚固度6。隐藏提示1：黑曜石是暗黑地牢最常见的超凡材料之一，可作为战士职业转职装备的核心材料。隐藏提示2：将黑曜石放置绿色品质宝箱上方，可将宝箱品质提升为蓝。隐藏提示3：将100单位的黑曜石按照图纸摆放在初始牢房某个位置，可建立通往地牢固定坐标的传送门。没想到这黑曜石的作用还挺多。苏雨打量了一番手里的石头，随即心情大好的收了起来。他走进了门后的房间，房间格局和先前的2个并无差距。中央的石桌上摆放着一个石质宝箱，在静静地等待着主人的到来。苏雨迫不及待地走到了宝箱前方，
光，把黑曜石放在了宝箱上面。刹那间，原本坚硬无比的黑曜石竟然散发了一阵白烟，随即便融化成了一滩黑色液体，融入宝箱不见。资源宝箱蓝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包括午餐肉罐头。24小型空间背包，精油香薰火把。10残破的煤油灯。隐藏提示2：该宝箱受到了黑曜石诅咒，开启或将其移动位置会遭到某种畏光生物的追杀，追杀时长为3小时。隐藏提示3：该宝箱外壳含有黑曜石材质，可使用煤油灯灼烧，消耗12小时照明时间，提炼黑曜石。诅咒宝箱。苏雨微微皱起了眉头，他不清楚手里的煤油灯能不能震慑这所谓的畏光生物，万一到时候畏光生物直接不管不顾对着他展开攻击，那他岂不是小命不保？内心纠结了片刻，他突然咬紧了牙关，拼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蓝色宝箱离自己而去，他实在是做不到的。下一刻，他猛地抱起蓝色宝箱夺门而出，头也不回地朝着来时的道路开始飞奔。呼呼，狭长的通道吹起了妖风，煤油灯的亮度似乎都暗淡了几分。苏雨神情严肃，这并不是他的错觉，煤油灯中的灯油正在加速燃烧，几乎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地步。马德！苏雨暗骂了一声，额头不自觉地冒出冷汗。他就算是用脚后跟想也知道，一旦灯油燃烧殆尽，所谓的畏光怪物就失去了制约，能够直接出现在自己眼前。为今之计，只有一鼓作气跑回初始地牢，给煤油灯添上灯油才是解决办法。但现实往往与愿望恰恰相反。就在他思绪飞速流转间，煤油灯的火苗猛然蹿高3分，发出轰的一声爆响。阴影中，身后传出一声吃痛的狼嚎。苏雨猛地转身，只见原本空无一物的狭长地带，居然凭空出现了一只浑身长满漆黑长毛的恶狼。恶狼2只前爪附近毛发全无，显然是在煤油灯的爆响下吃了不小的苦头。但即便如此，苏雨还是警惕地后退了2步。他现在手里连个武器都没有，即使恶狼处于虚弱状态，依旧不是他能够对付的。一人一狼四目相对，纷纷看出对彼此的忌惮。苏雨用余光瞥向煤油灯，发现里面的灯油赫然凭空蒸发了一部分。显然，刚刚反击恶狼的动作不是没有代价的。按照比例来估算，要是恶狼不管不顾地再扑上来2、3次，煤油灯很有可能会当场熄灭。而对面的恶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用2只惨绿色的眼睛颇为忌惮地盯着煤油灯看了一会儿，最终做出了一个苏雨预料之外的动作，他融入了墙壁。苏雨实在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恶狼此刻的行为，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生物毫无滞留感地缓缓走进墙壁，让他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但很快，燃烧速度重新加快的煤油灯就让他反应了过来，恶狼只是进入了前行状态，如果他不抓紧时间回到初始地牢，还会迎来第2次袭击。想到这里，他片刻也不敢耽误，转身朝着地牢的方向重新开始奔跑。一路上，苏雨深刻体会了度日如年的感觉，背后有一只随时可能对他发起攻击的恶狼，而他为了不耽误时间还不能回头看，这滋味实在是不好受。15分钟后，苏雨眼前终于出现了熟悉的石墙裂隙，紧接着煤油灯的火苗猛然再度蹿高，灯油随之下降了一大截。苏雨强忍着自己回头查看的欲望，先是用力扔出手中的宝箱，随即又一个闪身穿过了缝隙。完成这些动作，他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回头看向了外面的情况。石墙外，恶狼脸上的毛发已经完全烤焦了，一双散发着怨毒的绿色眸子死死盯着苏雨，像是在看一只到了嘴里又逃脱的兔子。苏雨则是靠着石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为了尽快回到地牢，他刚刚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过来的，此刻劫后余生才意识到了身体上的疲惫。半分钟后，眼看恶狼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不紧不慢地拿起那罐蜜蜂煤油对着恶狼挥了挥。恶狼嚎叫一声，像是明白了自己短时间内没机会再吃到眼前这个人，退后2步重新融入了墙壁。我操，这狼可真聪明！苏雨骂了一声，随即小心翼翼地取出罐中煤油，将煤油灯重新填满。刚刚惊心动魄的生死淘沙让灯油只剩下了可怜兮兮的10毫升，要是恶狼早些发起进攻，他是必死无疑的。片刻后，煤油灯完全填满，苏雨这才稍稍有了一些安全感。他看向滚落在地上的蓝色品质宝箱，心中不自觉地升起了几分期待。宝箱开启，摆在最上面的是24罐摆放的整整齐齐的午餐肉罐头，铁皮罐头上没有任何标识，只标注了具体的种类和重量。苏雨仔细确认一番，发现午餐肉罐头的肉类居然分为了3种，分别是牛肉、猪肉和混合型，每种罐头各自8罐，重量上倒是一致，净含量都是500克。苏雨自然很是满意，500克肉类看似不多，实际上提供的蛋白质已经可以满足一整天的能量需求了。虽说光吃肉似乎有些腻，但幸福感都是比较出来的。在暗黑地牢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连草根都没得吃，他能吃上午餐肉罐头已经是帝王级待遇了。稍稍激动了片刻，苏雨又把目光投到了第2样东西上，小型空间背包，蓝，容积3立方米。隐藏提示1：该空间背包为标准小型空间背包，内部缺少时间流速模块，无法为食物提供保鲜。隐藏提示2：背包内部篆刻着3个小型空间铭文和2个小型传送铭文，可使用投影篆刻时进行提取，提取每个铭文需消耗投影篆刻时3点耐久。居然只有2条隐藏提示，苏雨微微有些惊讶。他此前获得的物资和物品基本上都符合白色1条隐藏提示、绿色2条隐藏提示、蓝色3条隐藏提示的规则。由于规律太过吻合，他甚至一度以为这是金手指的普遍规则，直到刚刚看到了空间背包，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此前只是巧合而已。不过抛开这些杂七杂八的不谈，空间背包绝对是相当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外出时携带更多物资，还是给初始地牢腾出更多空间，都是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苏雨当即就把刚刚开出的午餐肉罐头和瓶装水放进空间背包，然后再把空间背包背在自己身上，丝毫没有感受到重量，这也太神奇了。苏雨有些兴奋地围着石桌转了2圈，怪不得各种小说中都对空间储存道具大写特写，这玩意确实是方便
又好用。片刻后，苏雨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看向了宝箱内摆放的整整齐齐的10根火把。精油香薰火把，蓝介绍：一根平平无奇的火把。隐藏提示1：该火把可持续燃烧24小时，燃烧期间照明效果等同相同品质的煤油灯。隐藏提示2：精油的味道对于某种不可名状的怪物来说是致命的诱惑。如果同一地点短时间内同时燃烧了5根精油香薰火把，它就能够顺着气味找到你。隐藏提示3：该火把的油脂可食用，首次食用后体质加0，该效果对于体质大于等于2的个体无效。这玩意真的能吃吗？苏雨打量着手里散发着的淡淡香味的火把，心底不由自主地出现了一个问号。如果放在地球上，有人告诉苏雨火把这玩意可以食用，他只会想给宛平路600号打电话增添业绩。但在这地牢世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苏雨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相信隐藏提示，张开嘴朝着火把上方的油脂部分咬了过去。精油的味道算不上好吃，3两口匆匆下肚，苏雨便着急忙慌地打开了身体属性面板。姓名：苏雨，成年雄性人类，平均属性为1，职业无，精神3，精神焕发，力量0.9，四肢无力，体质0.9，身弱蒲柳，速度0.9，腿脚发软。评价：一个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成年雄性人类，体质属性确实增加了1点，但苏雨挥了挥手臂，一时间也具体感受不出来。一翻身胳膊蹬腿后，他打消了测试体力的念头，转而把目光投向了宝箱中的最后一件物品，那是一盏残破的煤油灯。相较于前几样东西，这盏煤油灯的外观就很寒酸了，不仅下方的灯座不翼而飞，就连负责挡风的灯罩都没了，整盏煤油灯只剩下了灯身部分，看起来完全没有维修的价值。但苏雨却是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从宝箱中拿了出来。残破的煤油灯，蓝介绍：一盏破损到失去维修价值的煤油灯，或许更换一盏新的才是最好的选择。隐藏提示1：将该物品融合到完整的煤油灯中，可提升后者60毫升煤油容量上限。隐藏提示2：消耗消化棉线、黄铜块3，玻璃3，可对该物品进行修复。修复残破煤油灯所需要的3种物品，苏雨听都没听过，自然而然的，他选择了把自己拥有的2盏煤油灯放在一起。在他的注视下，原本2盏各不相关的煤油灯居然缓缓地合成了一盏，甚至就连灯中散发出的光芒都亮了一些。他小心翼翼地消耗60毫升灯油，把煤油灯再次填满，然后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救命！我的灯油已经只剩3个小时了，有没有好心人愿意给我点煤油？兄弟们，你们谁有煤油？我愿意用5个单位的石砖来换。楼上的，你在开什么玩笑？大家手里基本上都有开门得到的石砖，谁会傻到用宝贵的煤油来换？好饿啊！我是女生，昨天晚上减肥没吃饭，谁有吃的可不可以救济一下我？呵呵，你是沃尔玛塑料袋也不行，老老实实饿着等死吧。求煤油，我愿意用武器来换，或者食物也可以。苏雨默默地观察了5分钟，不出他所料，在得到了灼烧石墙离开地牢的办法后，交流频道里大多都在感叹煤油的稀缺，甚至有人愿意用食物来换取煤油。毕竟灼烧石墙需要消耗煤油，而煤油灯中的初始灯油只够燃烧1天时间，两者相加，搞不到灯油的人今天就得死，根本等不到饿死的时候。他没有多翻看，转而打开了交易频道。眼下他可谓是物资充裕，但想要重新外出，必须得找一件趁手的武器才行，不然的话，饿狼随时可以从墙壁中出来偷袭他，根本没办法深入岔路口探索。5块石砖就想换50毫升煤油，这哪个傻叉挂上来的？1块果酱面包换500毫升矿泉水，有点亏，而且我的矿泉水都是5要的，还是算了吧。1块机械手表换10毫升煤油，这个报价倒是不高，不过世界系统自带时间功能，手表这东西现在完全没有意义了。一条原味丝袜换100毫升煤油，这什么玩意？不是地牢的产物也能进交易系统吗？苏雨看了将近20分钟，看到的东西是一个比一个奇葩，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挂出了自己穿越过来时随身携带的各种物品，想要换取煤油或者食物，导致他寻找武器的效率大打折扣。他有些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然后就看到了一条让他有些心动的交易信息：绿色品质斧头1把，威力真实有效，换取200毫升煤油，谢绝还价。他当即点开了交易信息下方的头像，决定给对面讲价。朋友，我手里没有那么多煤油，用火把来换行不行？没等一会儿，对面便回了消息：兄弟，你在开玩笑呢？我要煤油是为了照明保命，地球上的东西又没办法在地牢里照明。朋友，我这是开宝箱开出的火把。苏雨微微挑眉，便把精油香薰火把的属性截图发了过去。只不过隐藏提示似乎是他个人专属的缘故，使用世界系统截图后并没有显示在图片中。过了一会儿，对方的回复发了过来：兄弟，你运气挺好啊，居然这么快就搞到了蓝色品质的道具。可谁也不清楚这火把到底能不能替代煤油灯，我还是决定只换煤油。苏雨顿时无语了，这人还真是不识货，要不是看在武器的份上，他真想直接拉黑不再交流。正当他犹豫要不要在交易频道再逛逛时，对方的消息再一次发了过来：兄弟，我知道你开到的宝箱里肯定也有煤油，没有200毫升的话就用120毫升煤油来交换也可以。苏雨微微挑眉，对面猜得很准，他确实是开出了煤油80毫升，再多的话我自己就不够用了。成交，对方答应的很是爽快，很快就发来了新的交易请求。见状，苏雨一时间怀疑自己是不是砍价砍得太少了，白白多花了几十毫升的煤油出去。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眼下他手里握着9根精油香薰火把，根本不缺少照明设施，只要能够继续外出探索，能够得到的就要远超出这几十毫升的煤油。想通这一点，他便点下了交易按钮。刹那间，一阵白光包裹住了密封煤油罐，数秒过后，等到白光散去时，煤油罐的油位便下降了几公分。与之对应的，一把锋利的
铁质斧头凭空出现在了石桌上，平平无奇的铁斧，绿，锋利度3，负重5。隐藏提示1，这是一把用来伐木的斧头，用于砍伐植物时，锋利度+1。隐藏提示2，这是一把预留了附魔槽位的斧头，消耗黑曜石，可提高铁斧品质并获得随机词条。又是黑曜石，苏雨有些惊讶，没想到黑曜石的用途这么广，不光能给宝箱升级，居然还能给武器附魔，简直是这地牢世界中的稀土资源。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煤油灯，靠近了地上的宝箱。虽说消耗12个小时的煤油灯照明时间有些昂贵，但相较于铁斧的附魔升级，还是很值得的。滋滋，火苗灼烧着宝箱，很快便烧出了一块熟悉的黑曜石。苏雨捡起余温未消的黑曜石，轻轻放在了铁斧的凹槽上，刹那间，墨黑色的石头便融入了铁斧，消失不见。苏雨拿起颜色变深一些的铁斧试了试手感，随即又把目光放在了信息栏上。极度锋利的铁斧，蓝，锋利度5，负重5。词条1，伐木斧，攻击植物类怪物时，锋利度+1。词条2，附魔斧，攻击存在实体的魔物时，锋利度+2。好东西啊！苏雨赞叹一声。有了附魔斧这个词条，铁斧在攻击恶狼时，锋利度就达到了恐怖的7点，只怕是他一斧头劈上去，恶狼当场就要一命呜呼。他想了想，打开交易频道，在上面挂了3罐午餐肉罐头，其中1罐用来交换5个玻璃瓶，另外2罐则用来交换1份魔物血肉精华。他可没忘记自己的治愈药水图纸，要是能把治愈药水做出来，那他的生存能力势必能够更上一层楼。紧接着，他又拿出了自己最开始获得的那张石床图纸，把图纸轻轻放在堆积的石砖上，原本摆放整齐的石砖瞬间涌现一大片白光。等待白光散去时，一张宽2米、长3米的石床就凭空摆放在地上，几乎占据了整座初始地牢的1/4面积。苏雨挑起眉头，伸手摸了摸石床的质感，然后就明白了石床为何只是白色品质的图纸，原因无他，这石床实在是太硬了。即使苏雨早有心理准备，依然被石床的硬度小小的震撼了一把。这哪里是张床，分明就是一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伸手甚至能够感受到那股属于岩石的冰凉感。对于睡惯了席梦思床垫的现代人来说，这玩意简直都不能称之为床。他不禁轻轻摇头，看了眼世界系统中的时间，现在是18点半，距离他正午12点外出已经过去了整整6个半小时。前方的石墙裂隙已经消失不见。他想了想，直接把煤油灯凑到了石墙上，伴随着火焰舔舐墙面，石墙再度裂开一道缝隙。他深吸一口气，先是把煤油灯重新填满，然后又背上了空间背包，左手持灯，右手持斧，这才小心翼翼地穿过了石墙缝隙。他这个人不喜欢留隔夜仇，恶狼不死，他今晚都会睡不好觉的。今天晚上不是恶狼死，就是他活。狭长的通道依旧漆黑，苏雨小心翼翼地走了5、6分钟，手中煤油灯猛地剧烈燃烧起来。他知道这是恶狼又来了，不过相较于不久前的狼狈逃窜，他这一次有备而来，心底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他气定神闲地继续向前走了一会，走到第一个左右岔路口时，煤油灯的火舌再度猛然蹿高。伴随着一声熟悉的吃痛狼嚎，苏雨麻溜地转身，旋即看到了自己的老熟人。只是此刻的老熟人看起来状态属实是不太好，整个前半身都变得光秃秃，看起来就跟剃过冬毛的绵羊一样。恶狼一双绿眼看着苏雨手中的煤油灯，畏畏缩缩倒退着，想要再次进入墙壁。这下苏雨可不乐意了，他此刻虽然家大业大，但也经不住恶狼一直消耗，必须逼恶狼跟他在通道里打架才行。下一刻，他把手中的煤油灯放在地上，然后对恶狼竖起了中指。恶狼停下了后退的脚步，他的灵智不算太高，但还是能够看懂苏雨手势中蕴含的嘲讽意味的。他扬起头颅，对着通道上方长吼一声，随即发力朝着苏雨飞扑而来。然而苏雨只是面色如常，看准恶狼飞扑而来的方向，低身举起斧头，扑哧，利器穿透血肉，长斧在恶狼腹部划出一道长长的伤口，血渍洒了苏雨一头。呸！苏雨情不自禁地吐了一口唾沫，刚刚有几滴狼血洒到了他的嘴里，让他感到一阵反胃。他拎起手中的铁斧，走到已经瞳孔放大的恶狼身前，重重地挥下了斧头，狼头与狼身顿时一分为二。呼，总算是安全了。苏雨抹了一把并不存在的汗，对自己不留隔夜仇的行为很是满意。稍稍休息了片刻，他拿起手中的斧头，准备给恶狼来个分尸。这暗黑地牢诡异得很，恶狼生前就能够融入墙壁，保不准死后也有重新复活的办法，还是剁成尸块比较保险。您有一条私信，兄弟，我有血肉精华的消息，你现在还感兴趣吗？苏雨一愣，没有立刻理会私信，而是先在世界系统里翻了半天，把私信提示给关了。这私信提示实在是太耽误事了，要是这人再早一点给他发私信，刚好卡上恶狼飞扑的时刻，导致他分心，那现在倒在地上准备接受分尸的说不定就是他了。做完了这一切，他才慢慢悠悠地打开私信，回复了一句，说吧，我现在确实很需要血肉精华，只要你开价不太过分，我都可以接受。我手上没有血肉精华，但有血肉精华榨取机的制作图纸，如果兄弟你想要的话，麻烦先给我发20块弹砖、20块木板、5单位铁锭和5单位玻璃作为原材料。对方回复消息的速度很快，苏雨挑挑眉，仔细看向这人的头像，正是前不久用斧头跟自己换煤油的死心眼。也不知道这死心眼到底是运气好还是真有实力，在把斧头都卖了的情况下还能拿到新的图纸。他想了想，决定问问死心眼能不能换个交易方式。我手里没有你说的这些材料，不过我手里恰好有张图纸，可以用来换你的图纸。发完消息，他顺带着把石床制作图纸也截图发了过去。片刻后，对方发来了一条语音，兄弟，你这也太不仗义了吧，我这图纸可是绿色品质的，你拿一张白色品质的图纸就想看，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听完这条语音，苏雨略微有些惊讶，他惊讶的不是对方感觉不公平，而是对方的声线太过细腻，这声音柔和中带着细腻，显然不是男人的声音。但紧接着，苏雨内心就警惕了起来，对面这个时候发条语音消息，有很大概率是想用女性的身份讨价还价，这可绝对不行。他又不是见到女人就走不动路的舔狗，不管对面是男是女，就算是武装直升机也不能
能让它损害自己的利益。朋友，你不能光看表面，得看实际价值好吗？你的制作图纸现在原材料没人能凑齐，而我的图纸就不一样了。你拿出去帮人批量制作，至少也能赚几百块石砖的差价吧？消息发出去，对面沉默了许久。苏雨也不着急，稍微收拾一下身上的血迹，再次进入右边的岔路口，继续向前。等到他走到先前发现黑曜石门板的第2道岔路口时，这才再次打开了私信。兄弟，我承认你的石床制作图纸价值确实不比我的图纸低，但只要过上一段时间，我的图纸价值绝对要比你高太多的。所以你是什么意思？苏雨懒得再跟他来回拉扯了，直接问起了他的要害。我的意思是，你得补偿我点食物。成交。苏雨答应的很是干净利落，他把石床制作图纸和2罐牛肉罐头打包在了一起，向对面发起了交易请求。片刻后，2件物品被白光包裹，消失在了苏雨眼前。与此同时，一道卷轴也出现在了苏雨眼前。血肉精华榨取机图纸，绿效果，制造一台绿色品质的妖魔血肉精华榨取机，最高可榨取绿色品质血肉精华。材料：石砖20，木板20，铁锭5，玻璃5。隐藏提示1：血肉精华榨取机占地面积较大，请在地牢扩建后使用。隐藏提示2：当放入更高品质的妖魔血肉时，血肉榨取机有大概率生成数倍绿色品质的血肉精华，小概率直接报废。苏雨把图纸收了起来，万万没想到制造血肉榨取机的材料居然跟死星眼一开始说的没有任何差别。不过即便如此，他一时半会儿也搞不出这台机器，毕竟直到现在他现在还没见过玻璃和铁锭这2种材料，如何扩建地牢面积更是连头绪都没有。稍稍休整了片刻，他选择了左边的岔口继续向前出发。10分钟后，他愣住了，他已经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可出现在他面前的既不是新的左右岔路口，也不是一道可以推开的门，而是一面完完整整的石墙。这什么情况？苏雨微微皱起眉头，他用手指轻轻触碰墙面，结果却是毫无所获。难道这真就是一面普通的石墙？苏雨嘴里这么说着，内心却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暗黑地牢虽然很压抑残酷，但不应该存在毫无意义的设计才对。他稍稍退后2步，然后举起左手拎着的煤油灯，试图从石墙的纹理上看出究竟。片刻后，他缓缓蹲下身体，用手指触碰了脚下的石砖，一道属性栏果然浮现眼前：1919810号封印石墙，蓝，坚固度无穷。介绍：一道伪装成石砖的特殊石墙，使用灯油灼烧即可破坏。隐藏提示1：破坏该面石墙需要消耗120毫升灯油，请谨慎考虑。隐藏提示2：该面石墙后极度危险，存在强大魔物看守，建议做好万全准备后再开启石墙。隐藏提示3：每一面封印石墙最多对应6个入口，当有求生者开启入口后，其余5个入口自动销毁。苏雨思考片刻，选择了先行离开。既然隐藏提示标注了极度危险，那他自然不会贸然进入，反正他的探索进度绝对是遥遥领先，不如先去岔路口的右侧探索一番，能把别的地方都探索完了再回来也不迟。说干就干，苏雨很快回到黑曜石石门对应的左右岔路口，毫不停留地进入了右路岔口。很快，在道路的尽头，他再次看到了一扇门，生铁门，绿，坚固度4。隐藏提示1：这扇门上锁了，对应的钥匙藏在某只畏光生物的身上。苏雨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所谓畏光生物，不就是自己砍死的那只饿狼吗？刚刚光顾着交易，倒是忘了把饿狼碎尸万段，进而也把钥匙忽略了。他起身折返回到饿狼尸体旁，一通翻手后，果然在饿狼的胃袋里找到了一枚沾染着新的液体的钥匙。您的一条交易委托已完成。正当他准备原路返回的时候，世界系统再次发来提示。苏雨照例先关掉了提醒，然后看向了交易频道，他的1罐午餐肉已经有人用玻璃瓶换走了。此刻5个玻璃瓶正挂在交易频道，随时可以取出来，还不错。苏雨随意瞥了一眼，便关掉了交易频道。他现在手里没有魔物血肉精华，光靠玻璃瓶和纯净水也没办法制作治愈药水，还不如先存在交易频道。很快，他便回到了铁门前，钥匙触碰铁门的瞬间，铁门应声向内打开。苏雨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虽然隐藏提示并没有显示这里很危险，但他觉得还是警惕一些比较好。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相较于初始地牢和先前进入的3个房间，这里实在是太大了。原本可以照亮整座房间的煤油灯，在这里几乎只能照亮身边5米，更远的地方则是漆黑一片。苏雨皱了皱眉，小心翼翼地先退出门外，然后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了一根精油香薰火把，火把点亮，四周瞬间散发出一种好闻的香气。苏雨再度放眼门后，这一次整间屋子的全貌终于映入他的眼中。这是一间空间相当大的地牢，粗略估计面积至少有200平方米，是初始地牢的8倍以上。不过好在这里的高度倒是跟其他地牢一样，只有5米，在火把和煤油灯的双重照耀下一清二楚，让苏雨警惕的内心稍稍放松了一些。他缓缓走到了牢房中央的石桌前，然后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面积大了将近2倍的石桌上，赫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3个宝箱。苏雨简直不敢想象，如果他把这3个宝箱的照片拍下来发到交流频道，他的后台能够收到多少充斥着羡慕嫉妒恨的私信。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确认没有看错后，小心翼翼地依次触碰了3个宝箱。物资宝箱，白，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500毫升纯净水。3、玻璃。5、物资宝箱，绿，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石砖30、木板30、生锈铁件。物资宝箱，绿，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蜜雪冰城、附魔铁锅、初级治愈药水、2绿1白。3个宝箱内部的物资在隐藏提示的帮助下一览无余。苏雨只感觉自己看得眼花缭乱，整整3个宝箱的物资，一时间竟
然有种不真实感。片刻过后，他强按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冷静地打开了3个宝箱，开始分类。首先是玻璃、石块、木板、纯净水这些基础材料，这3个宝箱一次性给够了制造血肉精华榨取机的材料。现在只等找到扩建初始地牢的方法，就可以获取魔物血肉精华，继而制作初级治愈药水了。其次是生锈铁剑和铁锅这2件可以当武器用的装备。苏雨虽然对这2件事情的威力不抱太大希望，但还是打开了宝箱进行查看。生锈的铁剑，绿，锋利度2，负重5。铁锅，绿，介绍：平平无奇的厨房炊具，用其炒菜可以补充少量铁元素。隐藏提示1：这口铁锅预留了附魔槽位，使用火碎时进行附魔，可增加烹饪相关词条。苏雨把这2件物品都放到了空间背包里。生锈铁剑自然不必多说，连一个隐藏提示都没有，基本上只有放到交易频道卖掉的价值。反倒是这口铁锅让苏雨起了好奇心，他没想到在地牢这么狭小的环境，居然还有炊具这类装备的存在，这所代表的意义可就很值得深究了。稍稍思考片刻，苏雨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心心念念已久的治愈药剂。没想到他苦苦收集图纸这么久，反倒是在宝箱里先发现了一件成品：初级治愈药水，绿，效果治愈轻微伤势，内服外敷皆可。隐藏提示1：这是一瓶对水过多的产品，治愈效果约为正常药剂的80%，这多少有点坑人了。苏雨又脸不自觉地抽了抽，万万没想到这治愈药剂还有对水的玩意，这要是别人拿到了这瓶药水，没有隐藏提示，恐怕就只有到了受重伤的时候才会察觉出不对劲。不过不管怎么说，有总比没有强。为了自己的性命着想，他还是视若珍宝地把治愈药水收了起来。至于最后，则是一个让苏雨有些摸不着头脑的东西——蜜雪冰城。光听这名字，苏雨还以为是某种在地球畅销的平价科技小饮料，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暗黑地牢中不会有这种东西。他轻轻触碰了一下这颗小小的橙子，诸多文字瞬间浮现：蜜雪冰城，绿，介绍：一颗平平无奇的橙子。隐藏提示1：可食用，首次使用后体质加0，力量加0，该效果对于体质大于等于2或力量大于等于2的个体无效。隐藏提示2：可栽培，生长周期为36天。苏雨的目光聚焦在了最后一行，食用后增加属性的东西，他不是第一次见，因此并不觉得很稀奇。但这个可栽培属性，他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这要是栽培后再静静等待36天，岂不是可以获得一堆能够增加属性的蜜雪冰城？那样的话，即使食用后增加属性的效果只有第一次使用后有效，放到交易频道里也绝对能够卖出天价。想到这样一个场景，苏雨几乎要激动地跳起来，但他很快又冷静了下来。栽培的大前提是有土壤或者营养液，而这偌大的暗黑地牢，除了石头就是木头，压根没有土壤的踪迹，短时间实现栽培根本不现实。想通了这一点，苏雨拿起橙子，狠狠地丢进了嘴里。所谓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与其留着橙子等待栽培，还不如现在就吃了增加实力。我去，好酸！苏雨眼睛猛然瞪大，为了不影响增强体质的效果，他刚刚是连着皮放进嘴里的，因此想过这橙子可能会很苦。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橙子居然是酸到让人感觉牙都要掉了。他强忍呕吐出来的冲动，面无表情地咀嚼2下，硬生生咽了下去。这味道算不上好吃。等到橙子彻底下肚，苏雨便感觉浑身上下的肌肉都鼓了一些。掀开上衣随意一瞥，更是多出了隐隐约约的腹肌轮廓。他打开了身体属性面板，姓名苏雨，成年雄性人类，平均属性为1，职业无，精神3，精神焕发，力量0，平均水准，体质0，平均水准，速度0，9，腿脚发软。评价：一个处于亚健康状态边缘的成年雄性人类。这属性差不多已经在求生者中算中等偏上了。苏雨对于自己的属性很是满意，虽然他的力量属性和体质属性只有地牢认定的平均水平，但这个水平是基于成年健康男性的认定。大多数求生者都是现代社会的牛马，基本上都跟他先前一样处于亚健康状态，根本没法跟连续增幅2次的他相提并论。他略微活动了一下手脚，很快明显感觉到了身体上的变化。原本他使用手里的附魔斧头多少有些吃力，但现在体质和力量各自增加了0，一点后运用的可谓是相当自如，丝毫没有任何迟滞感。这大概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吧。他嘴里嘀咕一句，再度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窥屏，准备好好看看现在人类的主流进度如何。救命！我好像招惹了怪物，现在灯油燃烧的速度特别快，我该怎么办？楼上的是不是眼睛不太好使？这地牢里只有长得像哥布林的东西，哪有你说的怪物？你们灼烧时强消耗的灯油都是多少？只有我一个人烧了一大半灯油吗？楼上的，你们动作是不是太慢了？距离那位大佬公布离开办法都已经过去4、5个小时了，你们居然才出门，真当这是休闲游戏啊？重金求武器，要求锋利度在2以上，我愿意用食物来换。出售原木盾牌，有意者拿武器来换，价高者得。求助，我遇到了一扇推不开的铁门，有没有人知道铁门该怎么打开？熙熙攘攘的信息中，苏雨一眼就看到了那条出售盾牌的，他点开对应的头像，发送了一条消息：朋友，能给我看看你那面盾牌的属性截图吗？发完，为了表示诚意，他又顺带着把自己的生锈铁剑属性截图发了过去。很快，对面很快回复了一张图片和一个交易链接：原木盾牌，坚固度2，负重3。苏雨没有讨价还价，直接按下了交易按钮。虽说他的铁剑可能要比对面的盾牌价值更高一点点，但眼下时间就是金钱，他不想浪费时间跟对面扯嘴皮子。随着白光闪烁，一面小型的圆形盾牌出现在了苏雨面前。苏雨左手拿起盾牌试了试，发现自己左手持盾，右手持斧，竟然是刚刚好。只不过这样一来，他就没有多余的手来拿煤油灯了。
思考片刻，他将盾牌和斧头暂且放到背包里，左手拿着精油香薰火把，右手提着煤油灯，缓缓离开了囚室。5分钟后，苏雨站在封印石墙的旁边，手中煤油灯缓缓靠近了地面，呲呲，伴随着一股水蒸气蒸发的声音，原本伪装成石砖的地面快速开裂，很快便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裂隙，露出下面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苏雨没有犹豫，直接把手里还在燃烧的精油香薰火把扔了下去，借着火光，他顺利看清了下面的环境，顿时一阵头皮发麻。下面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囚室，粗略估计不会比刚刚去过的铁门囚室小上多少，但高度却只有3米左右。进入里面后，踩着房间中央的石桌就能顺利上来。但他之所以会头皮发麻，是因为里面的魔物数量实在是太多了。仅仅是惊鸿一瞥，就看到了至少20只哥布林。随着火把落地发出声响，几只距离裂隙比较近的哥布林已经顺着中央的石桌爬到了裂隙边缘。苏雨紧皱着眉头，从背包中拿出了斧头。不管怎么说，他都不能让这群哥布林跑出来。现在占据着局部地势优势，他还能够在这里以逸待劳，来一个杀一个。但要是让哥布林们跑了出来，那他在通道里可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扑哧扑哧，苏雨的斧头反复抬起再落下，2只率先爬上来的哥布林完成了对5条悟的模仿，4节残躯相继重新落回裂隙内，但底下的哥布林丝毫没有要退却的意思，依旧前仆后继的试图往上攀爬。苏雨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做以多咬死象，这要是死在了哥布林窝里，那下场简直不敢想。他收回这些无关紧要的思绪，右手斧头挥合不停，手起斧落间不停让哥布林化身路易16，腥臭的绿色血液很快染绿了周围一大片。数十次挥斧后，下方的哥布林似乎终于意识到了危险，畏畏缩缩的不再爬上来，只是刚刚扔下去的火把不知为何已经熄灭。苏雨有些搞不清下面的情况，他小心翼翼地再度点燃一根精油香薰火把扔了下去，瞬间便引燃了一只藏在裂隙下方的哥布林。而顺着再度亮起的光芒，苏雨也终于看清了情况，不由得一阵心惊胆战。下面的哥布林压根不是放弃爬上来，而是正在用同伴的尸体做踏板。数十只哥布林的尸体层层堆叠，已经几乎堵到了裂隙下方几十厘米的位置。刚刚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准备。爬上来的不再是一只接一只，而是一次性10几只。干！苏雨当即大骂一声，用左手持着的盾牌挡住了一只哥布林的爪子。这哥布林虽然体型狭小，但手上的爪子可不是吃素的，他可不认为自己身上这身化学纤维制作的衣服能抵挡得住。扑哧，他一斧头砍下，刚刚这只伸爪的哥布林身上便破开血洞，失去了威胁。但与此同时，裂隙的其他地方已经爬上来了10几只哥布林。苏雨见状不妙，拎起地上的煤油灯，倒退着便想要离开。他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要叫封印石墙，感情这后面封印着这么多哥布林，砍都砍不完。他刚刚后退2步，原先脚下站立的石砖便轰然开裂，快速坍塌成了一个大洞，连带着那些爬上来的哥布林一起掉了下去。我靠，这是老天爷发善心了。苏雨嘴里嘀咕一句，神情却依旧十分紧张地盯着大洞。他可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思考片刻，他拿出第3根火把快速点燃，随即扔进了洞内，火光再度照亮地底。苏雨情不自禁地屏住了呼吸，他看到了一只体型相当巨大的哥布林。寻常的哥布林不过1.2米身高，而这只哥布林身高至少有2.7米。明明站在地下囚室的地面，头顶却已经几乎与洞口齐平。我去！苏雨随口骂了一句国粹。这只巨型哥布林粗略估计至少得1吨重，他严重怀疑自己的附魔斧头砍上去到底能不能破防。不过很快他又反应了过来，正常情况下2个生物单挑确实是体型大的占优势，但这里是暗黑地牢，通道狭小到只能供2人并肩行走，以巨型哥布林这个巨大的体型，根本没办法深入通道追击他。想通了这一点，苏雨瞬间信心爆棚。巨型哥布林无法进入通道，就意味着他进可攻退可守。面对哥布林是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只要小心一点不被打到，哪怕磨时间也能把巨型哥布林磨死。眼看巨型哥布林还想爬上来看看情况，他当即一斧头砍在了哥布林扒在边缘的手上。咕哝！巨型哥布林惨叫一声，下意识的就想要把右手收回来，可却只收回了一只正在往外喷绿血的胳膊。苏雨也是有些发愣，他没想到这副磨铁斧居然这么给力，仅仅一斧下去就把巨型哥布林的手掌齐根斩断了。他当即信心大增，冷哼一声，直接跳下大洞，对着巨型哥布林的脖颈直接劈去。电光火石间，巨型哥布林竟然从疼痛中挣脱了出来，猛地伸出还完好的左手拍向苏雨。苏雨此刻人在空中无法变向，只能左手拿出木盾抵挡，右手势头不变的继续朝下劈去。咔嚓，圆形木盾直接被一掌拍得4分5裂，力道顺着盾牌传到苏雨身上，让他感觉自己胳膊左臂像是被石头砸了一样，软绵绵的，根本使不上力气。但另一边，巨型哥布林更是凄惨，附魔铁斧势如破竹的划过他的右脸，一路割开了脖颈和半条胳膊，这才随着苏雨一起重重的摔落在地上。嗨嗨！苏雨猛烈咳嗽2声，吐出了一口鲜血。他还是有些大意了，这巨型哥布林仅仅是1巴掌就把他连带着盾牌一起拍落在地上，要不是他用附魔铁斧直接割开了巨型哥布林的颈部动脉血管，这场死斗谁胜谁负还真不一定。眼看巨型哥布林已经倒在了地上，他龇牙咧嘴的从空间背包中拿出那瓶兑水的治愈药水，直接放入嘴里一饮而尽。刹那间，他就感觉到一股奇妙的感觉，顺着食道顺流而下，渐渐扩散到全身，整个人瞬间舒服了不少。呼，这封印石墙还真是危险，差点把小命都丢在这里。苏雨感慨一声，强撑着身体观察起了周围，周围零零散散的散落着3根精油香薰火把，只不过种种原因，此刻只有1根还在熊熊燃烧，其余2根都已经燃烧殆尽了。他捡起这根火把，小心翼翼地把封印囚室逛了一遍，最后在角落一具哥布林尸体下发现了一个宝箱，1919810号物资宝箱。栏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藏提示1：该宝箱为具有编号的特殊物资宝箱，只可在对应编号的封印囚室中获得，具体品质与地牢甬道品质相对应。隐藏提示2：该宝箱中包含雪山原
元盾1，水晶瓶100，特殊超凡职业转职卷轴拼图1。隐藏提示3，该宝箱中蕴含可用于地牢空间扩建的空明石材质，可消耗煤油100毫升或等量照明物资进行萃取。苏雨挑了挑眉，光是看宝箱的编号，他就知道这里面的东西绝对不会普通。他小心翼翼地把里面的3种东西都拿了出来，然后看向了第一样东西：雪山元盾，蓝，坚固度8，负重8，词条1，雪山意志，装备者精神属性加0.1，词条2，冰雪盾牌，格挡攻击后有概率小幅度迟缓攻击者动作。隐藏提示1，这是一件传说级盾牌的组成部件，凑齐所有组成部件后，可消耗沥青偶合计一组件传说级盾牌。极品。苏雨打量着手上这个只有电脑显示屏大小的雪白圆形盾牌，给出了极高的评价，8点坚固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他此前所见到的黑曜石。不考虑身体承受情况的话，甚至可以正面格挡巨型哥布林的攻击。更何况这件看起来有些袖珍的盾牌还有整整2个词条，不仅能够增加佩戴者的精神属性，还能迟缓对手的动作，简直是让苏雨爱不释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玩意儿的负重似乎有点重了。苏雨拿起雪山元盾略微估计了一下，很快得出了结论：单独持盾没什么问题，但要是同时拿起附魔铁斧，那就几乎失去实战能力了。看来还是得尽快增强一下体质啊。苏雨略有不甘地把这面盾牌放进了空间背包，准备等到自己体质满足装备条件后再拿出来。至于现在，他得验证一下自己心中的那个猜想。水晶瓶，绿，介绍一种能够反射光芒的瓶子，很有观赏价值。隐藏提示1，玻璃瓶的尚未替代品，制作药剂后可延时储藏时间，拥有不易损坏的特性。隐藏提示2，可使用煤油灯灼烧分解，分解获得水晶5，需消耗煤油灯10H 照明时长。好，我就知道。苏雨满意的点了点头。现在制作初级治愈药水的所有原材料都已经凑齐了，只要再扩建了初始地牢的面积，他就可以利用这里堆积如山的哥布林尸体来制作治愈药水。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又点燃了一根精油香薰火把，连带着手里还在燃烧的这根一同灼烧起了面前的宝箱。呲，宝箱快速融化起来，估摸着时间还差一些。苏雨干脆爬上地面，把留在上面的煤油灯也拿了下来，一起灼烤。不多时，原本50厘米见方的宝箱并融化为了一块只有拳头大小的银色石头。空明石，蓝，坚固度3。介绍一种高级矿石，只存在少量宝箱和矿脉中。隐藏提示1，消耗空明石，可扩大地牢空间100立方米。隐藏提示2，消耗空明石，可为指定装备增加附魔槽位。隐藏提示3，就职次元猎手职业的基础材料之一。好，苏雨一口气说了3个好字。虽然隐藏提示给出了关于空明石的3个用途，但眼下无疑是第一个用途最能解他的燃眉之急。此刻他已经激动到顾不上看最后的转职卷轴了，直接把所有东西换进空间背包，疯狂搬运起了哥布林的尸体。2个小时后，苏雨气喘吁吁地回到了初始地牢。为了给血肉精华榨取机提供原材料，他几乎是每一具哥布林的尸体都没有放过，连带着先前杀的那具饿狼尸体都带了回来。好在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苏雨稍稍休息了片刻，从空间背包中拿出那块空明石贴在了墙壁上。刹那间，初始地牢天翻地覆，前方墙壁如同发酵面团一样不断拉伸变形，最后定格在了距离原先2米远的位置上。如此一来，原本只有25平方米的狭小地牢直接增加了400的面积，一下子变得宽敞了许多。他欣赏了一会儿自己的杰作，十分期待地拿出石砖和木板的玻璃依次排好，最后又拿出那张血肉精华榨取机图纸放在了上面。等到白光散去，一台外形酷似绞肉机的机器就出现在了面前。这就是血肉精华榨取机吗？怎么看起来这么像菜市场里用来给大妈绞肉馅的？苏雨吐槽一句，但还是满怀期待地把一只哥布林躯体丢到了仪器里。轰隆隆伴随着声响，整台绞肉机剧烈颤抖了起来。约莫半分钟过后出口，机器的下端出口猛然打开，吐出了一枚碧绿色的琥珀。他伸手把这枚琥珀拿了起来。哥布林血肉精华，白，介绍哥布林血肉精华浓缩而成，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用途。隐藏提示1，蕴含大量生命精华，可用于制作次级治愈药水。隐藏提示2，投喂给哥布林魔物，有小概率使其发生进化。看完隐藏提示，苏雨仔仔细细地把手里这枚琥珀检查了一个遍，这血肉精华居然是琥珀的形式，不过看起来倒是挺好看的。说完，苏雨随手把这枚翠绿色的血肉精华摆在了石桌上，转身开始给仪器投入更多的哥布林尸体。他可是打算把治愈药水放到交易频道大规模出售换取物资的，仅仅1瓶治愈药水可不够。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地牢中堆积的哥布林尸体也随之减少。丁，暗黑地牢的第1天结束了。突然间，一道世界系统提示声毫无征兆地响起。苏雨原本正沉浸在买卖药水赚大钱的美梦中，突然收到提示声，猛然停下了搬运尸体的动作。求生者们，颤抖吧！每当新的一天来临，所有在外的人类都会被强制传送回自己的初始地牢，每面石墙对应的甬道将会无规则变化。你们前1天的探索进度毫无意义。苏雨屏住呼吸，静静等待了1分钟，确认没有新的世界提示后，他把目光移到了前方的石墙上。按照规则，这道石墙的裂隙应该在半个小时后才会消失，但现在随着24点的到来，一切都随机刷新，它已经被替换成了一道完好无损的石墙。苏雨暂时停下了手头的动作，他走到石墙前，轻轻触碰了一下地牢石墙，白，坚固度无穷。隐藏提示1，使用煤油灯灼烤石墙，可以打开裂隙持续6小时，需消耗3小时照明时间。隐藏提示2，石墙的右上角第4块石砖藏有机关，轻轻敲击3下即可打开裂隙持续6小时，该机关每日仅可开启1次。看到熟悉的隐藏提示，苏雨这才松了一口气。石墙对应的甬道刷新虽然有些出乎预料，但并不影响他的核心竞争力。只要隐藏提示还在，他就依然可以遥遥领先于众人。思考片刻，苏雨在初始地牢内走了一圈，把6面石墙摸了一个遍，结果和他预想的差不多。6面石墙中，前后2个方向都是白色品质，左右2个方向则
是绿色品质，至于上方的石门和下方的石门，则一个是蓝色品质，一个是紫色。他思考了片刻，重新回到血肉精华榨取机旁边，朝里面添加起了哥布林尸体。半个小时后，将近100只哥布林的尸体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石桌上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绿色琥珀。总算快弄完了。苏雨伸了一个懒腰，然后把目光放到了角落的巨型哥布林尸体和饿狼尸体上。先前的哥布林尸体转化出来的都是白色品质的血肉精华，对应制作出来的治愈药水品质也只能是白色。如果想要搞一些绿色品质的初级制药水出来，那希望就只能放在眼前这2具尸体上。心里想着这一点，苏雨把饿狼尸体放进了机器，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机器下端开口再次打开，吐出了一块赤红色的琥珀。暗影狼血肉精华绿介绍：暗影狼血肉精华浓缩而成，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用途。隐藏提示1：蕴含大量生命精华，可用于制作初级治愈药水。隐藏提示2：投喂给狼类魔物，有小概率使其发生进化。看完文字提示，苏雨便把东西收了起来。他刚刚还在暗自疑惑哥布林血肉精华文字提示中的次级治愈药水是什么情况，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原来白色品质的血肉精华只能用来制作次级治愈药水，绿色品质的血肉精华才能制作初级治愈药水。想到这里，他把目光投向了角落里的巨型哥布林尸块。由于巨型哥布林的尸体实在太过庞大，根本无法穿过通道。他先前是砍成6块才勉强带回来的，但现在看来，这些分割后的躯体似乎还是有些太大了，根本放不进血肉精华榨取机中。无奈之下，苏雨只好再次拎起斧头，把巨型哥布林的上下半躯和4肢各自1分为2，这才勉强塞进了机器里。很快，巨型哥布林的躯体就变成了整整13枚翠绿色琥珀。苏雨小心翼翼地收起来，跟刚刚的饿狼琥珀放在了一起。紧接着，他从空间背包中拿出了治愈药水制作图纸，心心念念的大事在即，他原来的困意也消散了不少。纯净水、水晶瓶、血肉精华，苏雨嘴里念叨着，把图纸放在了5份原材料的上方。刹那间，初始地牢中光芒大作，等到光芒散去，5份初级治愈药水便出现在了眼前。他当即大喜，用手触碰了其中一瓶的外表。初级治愈药水绿效果治愈轻微伤势，内服外敷皆可。隐藏提示1：这是一瓶原材料品质高于等级的药水，治愈效果约为正常药剂的120。隐藏提示2：这瓶治愈药水使用了水晶瓶作为盛器，储存时间长达20年。看完文字提示，苏雨当即拿出2瓶挂在了交易频道，要求交换食料、纯净水或任意图纸。他现在不缺血肉精华，但纯净水的数量却是不太够了。他这一天下来，一共获得了6药的纯净水，只够做12份治愈药水的。为了确保自己的饮水安全，他决定今天晚上先只做5份治愈药水，剩下的等到明天再做。至于剩下的3瓶药水，他则是小心翼翼地和血肉精华一同放入了空间背包中。做完这一切，一股浓浓的倦意顿时袭来，他也顾不上石床的舒适性，直接倒头躺在上面，很快进入了梦乡。夜晚的地牢世界寂静无声，一座座相隔甚远的初始地牢闪烁着微弱的灯光，无数饥寒交迫的人蜷缩在草席上等待天亮，还有一部分人在为更好的生存而奋斗，毅然决然再次离开了初始地牢外出探索。但这些跟苏雨都没有任何关系。他这一觉睡得很踏实，不知多少个小时后，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几点了？他有些艰难地从石床上起身，打量了一番周围，石桌上的油灯依旧不温不火地发出光芒，庇护着地牢的安全。苏雨搓了搓脸，努力让自己从迷糊中清醒过来，打开世界交流频道，里面已经炸开了锅。我真服了，昨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白色品质的宝箱，结果还没来得及打开，就被强制传送回初始地牢了。好饿，你们谁有吃的？我可以等以后空降一次报答你。空降你马呢？这是世界交流频道，不是你们接客的宣传平台，能不能消停一点？神爱世人，地牢是神明对我们凡人的考验，只要加入我们光明会，就一定有回到地表的那一天。这才第2天，怎么连血胶这种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能不能唯物一点？高价收购武器和防具。有意者点击头像详谈。苏雨走马观花地看了5分钟交流频道，随即打开了交易频道。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治愈药水的价格往下调一点，毕竟就连他这种能看到隐藏提示的挂逼都只获得了6升水，想要让那些只靠运气的人一次性拿出10升水来，属实是有些不现实。然而刚刚打开交易频道，他就傻眼了。他昨晚睡前挂着的2个交易链接赫然都已经成交，而且买家还是同一个人。我靠，谁这么有钱？苏雨有些好奇地点开了交易链接的头像，然后就看到了上方长长的聊天记录。这人正是昨天跟他做了多笔交易的那个死心眼。这下苏雨是真的有点绷不住了。这人难道也有什么金手指？还是说运气好到逆天，居然能一次性拿出10升水和1份图纸？他在聊天框里反复打字又删掉，最终还是放弃了刨根究底的想法。这世界上整整90亿人，隐藏起来的高手肯定数不胜数，他追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反而可能影响后续的交易。他选择了提取交易物资，随着白光一闪，2桶5药装的桶装水和1张卷轴先后出现在了眼前。保温棉被制作图纸，白效果制造一套保温棉被，供夜晚睡眠使用。材料布料10，棉花20。苏雨把卷轴收了起来，虽然棉被不是能够提高战斗力的东西，但能够生活品质也是有一定价值的。紧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刚刚获得的食疗桶装水。昨天晚上他为了自己的饮用水保障，只制作了5份初级治愈药水，现在纯净水有了充足的提供，他自然是可以放开手脚，好好的制作一番。10分钟后，石桌上整整齐齐的摆放了20瓶治愈药水，其中9瓶绿色品质的初级治愈药水放在了左侧，另外11瓶白色品质的次级治愈药水则放在了右侧。苏雨思考片刻，直接把11瓶次级治愈药水分开上架了交易频道，其中5瓶用来交易纯净水，每瓶报价5药，堪称是良心折扣价。剩下6瓶则需要魔物尸体5或玻璃瓶10来交易。同样的童叟无欺，设置完价格，苏雨便退出了交易频道。他
随手打开一罐午餐肉，眼神来回打量地牢的6到10墙，思考起了今天该探索哪一道墙。按照风险越大收益越高的原则，今天毫无疑问应该选择向下探索。但问题在于他的煤油不太多了，昨天获得的500米密封煤油，光是打开封印石墙和熔炼空明石就消耗200毫升，再加上其余零零散散的消耗，现在一盘算居然只剩下了不到200毫升的存货。要是选择紫色品质的石墙，搞不好会面临无法打开宝箱和某些石门的尴尬局面。突然，苏雨猛地一拍脑袋，他发现自己的思维有些局限了。他完全可以先速通白色品质的石墙甬道，然后凑够了再去更高品质的石墙探索。只要速度够快，赶在24点前探索完，他甚至可以把6面石墙都探索一遍。说干就干，苏雨当即就来了精神。他3两口吃完罐头，直接收拾好东西，走到前方石墙前，对着右上角轻轻叩击了3下，伴随着咔嚓开裂的声音，石墙直接从中间一分为2。苏雨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这白色品质的石墙危险程度比他昨天面对的还要低，他根本不担心会遇到什么无法应对的危险，甚至还准备把整个探索流程压缩在3个小时之内。但下一刻他又走了回来，刚刚光顾着高兴，他都快把昨天晚上宝箱里最后一样好东西给忘了。他在空间背包中一通翻找，最终拿出了一块拼图，武器大师转职卷轴拼图3，特殊介绍：一块平平无奇的拼图。隐藏提示1：武器大师为4阶职业，需要3阶职业格斗专家作为前置职业。隐藏提示2：该系列拼图共有4块，凑齐所有拼图方可转职。超凡职业。苏雨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他原本以为身体属性板块的职业会是农夫、矿工之类的生活职业，没想到居然是那种可以焚山煮海的超凡序列职业。不过眼下这些超凡职业距离他可谓是相当遥远，属于8竿子都打不着的程度，倒是没有必要太过激动。想到这里，苏雨把拼图重新收进了空间背包。既然这拼图是从封印石墙地牢的宝箱中开出来的，那他今天就试试能不能找到其他封印石墙地牢。重新跨过裂隙，苏雨小心翼翼地走了起来。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在战略上他可以藐视白色品质地牢的危险，但在战术上却是半点马虎不得的。他在漆黑的长廊中摸索了10分钟左右，终于在尽头看到了一扇石门和左右岔口。石门白，坚固度。隐藏提示1：这是一扇后方藏有哥布林的石门。苏雨毫不犹豫地推开石门，对着门后的哥布林迎面挥出一斧，噗嗤，哥布林应声倒地。苏雨则是没有耽误片刻功夫，径直地走到了中央石桌前，伸手轻轻触碰宝箱。物资宝箱白，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罐装没有250毫升黄桃罐头3。苏雨不动声色地打开宝箱，把2样物资放到了自己的空间背包里。这2样东西正好是他目前所需要的，其中罐装没有自然不用多说，剩下的黄桃罐头作为糖分含量极高的罐头，在补充能量这一方面比午餐肉罐头还要有效，在食物相对匮乏的现在称为珍馐一点也不为过。收起东西，苏雨顺带着把哥布林尸体也放到了门外，随即朝着左边的岔口继续深入探索。左侧岔口对应的通道并不算深，短短5分钟时间，苏雨便走到了尽头。但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尽头处对应的门居然是开着的，几乎是在第一瞬间，苏雨就快速退后了2步，唯恐有什么魔物从里面扑出来。但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里面始终没有什么动静。出于谨慎考虑，他有些不舍得点燃一根精油香薰火把扔进了门内。由于昨天大战巨型哥布林的时候消耗火把太多，他现在手里只剩下2根精油香薰火把，不省着点会出大事的。伴随着火把扔进门后，刹那间情形一览无余。囚室中央，一座宏伟的白玉像屹立于石桌上，使得囚室看起来不像是在暗黑地牢，反而更像是某个艺术家的雕刻室。苏雨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这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危险。他走到囚室中央，仔细打量起了雕像的模样。这是一尊女神雕像，女神左手持剑，右手天平，双眼还被蒙住，看起来颇有宗教意味。苏雨伸出右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雕像的玉足。正义女神像，特殊介绍：正义女神是一尊已经消失在时光长河的神明，但它代表着等价交换的神性永存，或许你可以尝试着拔下她的佩剑来唤醒她。隐藏提示1：正义女神严格遵守等价交换原则，将任意照明类物资放入天平左侧陷阱，即可获得该照明物资制作图纸。隐藏提示2：正义女神始终热爱和平与自由，将任意非装备类物资放入天平右侧陷阱，即可随机获得一件更高品质的物资。隐藏提示3：该正义女神像最多可献祭3次，多余献祭无效。隐藏提示4：请勿攻击正义女神像或试图取出正义女神的宝剑，否则将引来难以估计的后果。居然可以用照明物来换取对应的图纸吗？有点意思。苏雨喃喃自语一句，目光提示在第1条隐藏提示上。相较于第2条隐藏提示给出的随机献祭方法，第1条隐藏提示的献祭照明物资毫无疑问价值更大。他捡起地上还在燃烧的精油香薰火把，放在了左侧的天平上。下一刻，火把居然分解成了点点星光，凭空消失在原地。而与之对应的，右侧的天平上出现了一道羊皮卷轴，油脂香薰火把制作图纸。此效果：制作油脂香薰火把，供照明使用，消耗人艺油脂、木棍、布条。隐藏提示1：火把品质取决于油脂种类，最高为紫色。这下血赚，苏雨很是心满意足。这正义女神像确实是大气，只可惜她手里没有别的多余照明物资，不然高低得再放几次。至于剩下的2次随机交换机会，如果不限制装备类物资的话，他倒是可以把雪山圆盾放进去。但既然隐藏提示清清楚楚地给出了提示，他自然不会去作死。苏雨思考片刻，拿出一瓶初级治愈药水和一个空的水晶瓶，先后放入了天平右侧。冶炼铁炉图纸蓝，效果：制作一个铁炉，供煅烧矿石使用，消耗铁锭20，钢锭5，石砖10。隐藏提示1：铁炉点燃和燃烧需持续消耗大量燃料，请谨慎使用。隐藏提示2：铁炉
燃烧需消耗氧气，地牢氧气有限，请谨慎使用。生物制氧机图纸蓝效果：制作一个生物制氧机，缓慢提升空气含氧量。消耗：藻类30 500毫升海水10石砖50。隐藏提示1：制氧效果与水藻种类密切相关，请谨慎选择。隐藏提示2：氧气含量过高不利于人体健康，请注意保持地牢含氧量适度。2张图纸居然还是配套的，怎么有种阳寿将尽的感觉？苏雨惊叹一声，旋即把2件物品都收了起来。冶铁炉自然是要造的，这种能够稳定获得高质量材料的东西，卖出去压根获取不到最大的利润。但想要不被铁炉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憋死，生物制氧机就同样必不可少。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绑定在了一起。换句话说，想要源源不断的获取铁锭，不光需要给冶铁炉提供燃料和矿石，还得用生物制氧机给它提供氧气，否则想都别想。不过苏雨也不是很担心，藻类和海水虽然他手上没有，但想来也不会是品质很高的材料，实在找不着的话，大不了用治愈药水在交易频道换就行了。这样想着，他缓缓走到门前，回头恭恭敬敬地给正义女神像鞠了3个躬。他以前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现如今来到了这地牢世界，自然不会像以前那样对神鬼之说嗤之以鼻。礼节做到位，苏雨便加快脚步离开了祭坛。他今天可还打算搞速通，耽误太长时间可不行。很快，他再次回到左右岔口，丝毫没有停留，直接朝着未探索过的右侧岔路口出发。20分钟后，苏雨终于停下了脚步。道路的尽头只有一扇木门，并没有向左右展开的岔路口。不过这也在他的预料之内，这里毕竟是白色石墙对应的甬道，短一些也很正常。他轻轻地触碰了木门，木门白，坚固度。隐藏提示1：这是一扇后方藏有白色品质宝箱的木门。眼看隐藏提示并没有给出危险预警，苏雨便直接推开了木门。木门后是相当熟悉的陈设，中央石桌上一个宝箱静静地摆放在那里。苏雨快步上前，触碰了宝箱边缘。物资宝箱白介绍：暗黑地牢中随机刷新的宝箱，可开出若干件对应等级的物资和物品，具体物资种类无法勘破。隐藏提示1：该宝箱中包含木板30、石砖30、玻璃30，还挺齐全。苏雨给出了中肯的评价。这些基础物资虽然对他来说是鸡肋，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可不一定，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些价值的。他打开宝箱，将其中的物资放入了空间背包，快步开始了原路返回。将近半个小时后，他终于穿过石墙的裂隙，返回了自己的初始地牢。1个半小时，比我想象中还要快上不少。苏雨看了一眼世界系统中的时间，给自己今天的首次外出打了一个高分。他外出的时候是早上8点，现在则是9点半左右，比他先前预计的要早上不少。他坐到石床上稍作休息，同时打开交易频道，准备买上一些棉花、水藻和海水之类的基础物资。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苏雨刚刚打开世界系统，就看到了99加条私信的提示：狗奸商，1瓶治愈药水卖的这么贵，你全家不得好死，求求你了，我身上只有20个弹砖，求你降价把治愈药水卖给我吧，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良心？救命用的药卖的这么贵，有人没钱治病死了怎么办？我劝你把这些药水都给我，我可以用它们去救人。整整数百条私信，几乎有一大半都是在骂他的，剩下一小半私信中，基本上也都是各种卖惨求降价。看到这些私信，苏雨非但没有任何负面情绪波动，反而有些想笑。果然，无论到了哪个地方，道德绑架和卖惨诈骗都不会缺席，只是这些职业骗子在世界系统面前还是太嫩了点。真正在地牢世界中死亡的人，头像都会直接变灰，无法点击。苏雨顺着那些卖惨的私信一条接一条的看下去，压根没有看到任何变灰的头像，心情也越发不耐烦起来。马德，在地球你们道德绑架我，到了这暗黑地牢你们还想道德绑架我，那这暗黑地牢我岂不是白来了？他很是不爽的关掉私信，打开交易频道，准备看看自己的治愈药水售况如何。我操！刚一打开，苏雨便有些难以置信的揉了揉自己的眼睛，整整11瓶治愈药水全都卖完了，而且其中6瓶魔物尸体或玻璃瓶的药水是被同一个人用魔物尸体买下了。换句话说，这个人整整杀了30只魔物，整整30只。苏雨不由得升起了好奇心，他能够击杀上百只哥布林，依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附魔铁斧、裂隙位置和巨型哥布林少了哪一个都不行，而这个买家一次性就拿出了30具魔物尸体，其中有6只还都是暗影狼尸体。他很难想象对面这人是怎么做到的。犹豫片刻，他还是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发送好友申请的同时顺带发了一条私信：朋友，你是猎杀魔物受伤了吗？眼看对方没有回复，苏雨便有些无聊的翻看起了交易频道。不出他所料，棉花和布料这些基础物资都很好找，光是按名称筛选都上万条。苏雨点开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分别用10毫升煤油和20毫升煤油的价格收购了10单位的布料和20单位的棉花。紧接着，他把这些东西取出放在了石床上。出乎他的预料，1单位的布料居然恰好占据了石床的1/6。要知道，这石床可是3平方米的大床，这布料占据1/6，就是整整1平米大小。而棉花则是更为夸张，由于这玩意蓬松起来体积会扩大，整座石床上几乎堆积的到处都是，甚至都有从床上掉下来的趋势。苏雨见状，赶紧拿出了图纸放在上面，随着白光闪烁，石床上顿时多出了一套素色被子。苏雨伸出手摸了摸，发现被子的手感出奇的好，就算放到前世，那也是至少值500大洋的高级货色，真是离谱了。这石床和被子质量差距这么大，居然是同一个品质的东西，简直不要太离谱。苏雨嘴里这样说着，但心里却很是明白，这暗黑地牢的道具品质确实是公正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人类的朴素价值。石床作为一张床，基础的功能其实是相当优秀的，只是人
人类太过习惯把床和舒适联系起来，所以才会希望实床具备舒适的特点，而被子作为保温和睡觉的直接用品，舒适是它的核心用途，图纸生成的手感自然会很好。他把被子展开铺在了实床上，地牢中的温度并不算冷，他晚上用不着盖被子，反而是这样把被子当褥子用更合适，起码晚上睡起来能够舒适。做完这一切，苏雨再次打开了交易频道，想看看藻类和海水的价格如何。可他刚刚打开世界系统，一条回复就发了过来，不是我受伤，你还有别的治愈药水吗？苏雨顿时眉头一挑，心说这年头真是人心难测，一连买下6瓶治愈药水，这还说不是自己受伤了？难道是想用治愈药水泡脚吗？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腹诽表现出来，不管真话假话，只要想买治愈药水，那就是好话。他当即火速制成了10瓶刺激治愈药水，然后整整齐齐放在石桌上，拍照发了过去。你准备用什么来换？我可以继续用魔物尸体跟你换。对面这次几乎是片刻就给出了答复，但苏雨却是皱起了眉头。他现在并不是很缺魔物尸体，眼下血肉精华还有足足100多块，纯净水却只够制造不到50份治愈药水的了。思考片刻，他选择了拒绝。我现在不太缺魔物尸体，下次吧，求你了，我真的很需要治愈药水，以后也可以长期给你提供魔物尸体。对方似乎很想要这些治愈药水，片刻后又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初始地牢的照片，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跟你换。苏雨点开一看，这地牢要比自己寒酸不少，除了有一张石床以外，就只剩下中央石桌上还摆着10几件物品。他只是粗略看了一眼，便失去了兴趣。那10几件物品中，除了一些基础材料和食物，就是一把可以充当武器的消防斧，实在是没有能够入他眼界的。不好意思，我暂时不太需要这样，求你了，我不是自己受伤，而是孩子们发烧了。孩子？苏雨一愣，这暗黑地牢世界每人一间初始地牢吗？对面这怎么就有孩子了？你没骗我吧？这初始地牢不是1人1间吗？你应该是年轻人吧？没有自主求生能力的孩子，会根据孩子的选择跟父亲或母亲分配到同一间初始地牢。对面回复的依旧很快，算是回答了苏雨的疑惑。苏雨用手托着下巴，感觉这人说的似乎很有道理。如果把小孩子单独投放到暗黑地牢中，说不定连1天都活不下去。所以这类孩子会和父母出现在同一间地牢内。可问题是，暗黑地牢有这么好心吗？苏雨不觉得一个只给人类24小时初始生存时间的地牢世界，会这么好心的给人类幼崽提供温馨服务。他谨慎地打开了世界交流频道，按照关键词筛选了起来。然而事实却让苏雨大跌眼镜，对面说的居然是真的。世界交流频道中有将上一条关于孩子问题的记录，只是全人类数十亿人光速发言，他又不怎么看世界交流频道，所以才一条没有看到而已。他关掉世界交流频道，提出了自己疑惑的另一个问题：你昨天不是已经买了6瓶治愈药水吗？按理来说，要是治愈药水没有效果，对面应该不会再买才对。可要是治愈药水有效果，对面又何必再继续倾家荡产的买，搞得这么悲情？很快，对面发来了回复和另一张图片：我有7个孩子，地牢环境恶劣，他们昨天晚上就都发烧了。苏雨点开照片，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身后站着整整一排孩子，看起来都是不到10岁的样子，只是最大的那个精神有些蔫蔫的，显然是生病了。我靠，7个孩子，他这是养葫芦娃吗？苏雨不由得吐槽一声，这年头普通打工人养活自己都困难，能够生7个孩子的人简直是狠人中的狠人。不过壮汉的话他已经信了7、8分。思考半晌后，他将一道交易信息发了过去：交易请求，您准备使用刺激治愈药水，1交换10专1，是否发起交易？苏雨准备用这1瓶刺激治愈药水换个人情。壮汉能够在1天时间内击杀30只魔物，实力方面自然毋庸置疑，更难得的是愿意用一切来保护孩子，人品方面可见一斑，可以考虑一下长期合作。对面很快就接受了交易请求，谢谢兄弟，我的真实姓名叫季海洋，以后肯定会报答兄弟的，我叫苏雨，快去给孩子喂药吧。苏雨跟季海洋交换完姓名，随手便关上了聊天界面。刚刚的交易给苏雨提了个醒，在这危机四伏的暗黑地牢中，药物的价值比他原本想象的还要高。现在才是全人类来到暗黑地牢世界的第2天，大部分上还活在饥饿中，药物就能卖上如此的天价。等过上几天，活下来的人类解决了照明和温饱问题，价格还在随之水涨船高，整整90亿人的市场，他就算1天24小时制作药水，也绝对不用为销路发愁。当然，那都是过几天的事情了。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囤积一些治愈药水，然后过2天通通卖出去。想到这里，苏雨把原本打算上架交易频道的10瓶刺激治愈药水数量缩减了1半，交易方法也从固定标价变为了仅申请。这样一来，想要购买刺激治愈药水的人就可以用自己的任意物资向苏雨提出交易申请，而苏雨则可以在大量交易申请中选择交易对象。做完这些，苏雨便径直走向了石桌左边对应的石墙。刚刚的交易已经耽误了半个小时，他要是再不抓紧时间，今天的速通计划怕是就要泡汤了。轻轻扣击右下角2下，石墙应声裂开缝隙，苏雨再一次离开自己的初始地牢。只是这一次，漆黑的甬道似乎格外的长，整整1个小时过去，苏雨心里终于忍不住泛起了嘀咕，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精神法术，导致现实里一直在原地踏步。好在又过了10分钟时间，他终于看到了道路的尽头，但下一刻他就愣住了，道路的尽头居然没有门，左右岔路口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仿佛在提醒苏雨前面的路还得继续走。苏雨想了想，直接从空间背包中拿出1罐午餐肉罐头和矿泉水。人是铁，饭是钢，现在已经到了正午12点，为了保护自己的肠胃，他决定吃完午饭再继续向前。午餐肉的味道依旧很不错，吃完罐头和矿泉水，